你是不是也曾看着家里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猫猫狗狗，为什么他偏偏来到了我家？或许你以为是你花了一笔钱把他带了回来，又或许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缘分。在那个微凉的午后，你刚好路过那个街角，刚好看到纸箱里那个用湿漉漉眼神望着你的小生命，于是你心生不忍，把它抱进了你的生命里。我们总以为是我们选择了他们，但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精准地认出了你。在佛法深邃广大的宇宙观里，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偶然，每一片落叶都有它飘落的时节，每一滴雨水都有它汇流入海的路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会以如此毫无防备的姿态走进你的生活，甚至成为你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这背后牵动着过去、现在、未来，无数细密交织的因果与业网。今天不如就让我们泡上一杯热茶，让心静下来。我们来好好聊一聊你家里那位从来不会开口说话的家人，他到底为何而来？当你明白了这份跨越时空的相遇，或许下次你看待他的眼神会多了一份深深的理解与敬畏，而你们接下来相处的每一天也会长出一份充满智慧的慈悲。我们常听家里的老人家说，相遇就是有缘，但这份缘往往比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还要深重的太多太多。在佛教的经典里，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概念，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无始劫来，互为父母、兄弟、眷属。这句话用白话文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在我们经历过无尽流转的轮回里，今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每一个生命，在过去的某一生、某一世，都可能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也可能是与我们有过极深牵绊的人。这生生世世的相遇与纠缠，就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网，我们在里面结下了无数的缘分。这些缘分里，有些是曾经雪中送炭的恩情，有些是互相亏欠难以解开的怨结，也有些是离别时未曾说尽的深深牵挂。当因缘成熟的那一刻，这些深埋在时间长河里的情感种子就会再次发芽，它们会换一种形式重新显现在你的生命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你家那只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的狗狗，或者总是喜欢趴在电脑前干扰你工作的猫咪，它根本不是什么陌生的小动物，它在遥远的某一世或许就是与你有过深刻情感连结的人，它或许是你前几世因为战乱、因为灾荒而被迫失散的亲人。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那份生生世世的思念，经过了轮回的沉淀，化作了这辈子他对你毫无保留、不离不弃的忠诚。他也或许是你曾经在某个寒冷的街角随手施舍过一碗热汤的孤苦老人。那份滴水之恩的感激，让他在这一生选择投生为一只小小的动物，用他10几年的短暂光阴静静地陪伴在你左右，只为了来报答当年那一份恩情。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如果我们过去结下的是恶缘呢？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误解或仇恨呢？这正是佛法因果中最不可思议也最慈悲的地方。你想想，如果这辈子他带着过去复杂的情感与记忆，再次以人的身份来与你相遇，会发生什么事？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算计、比较与执着的互动中，那份爱恨情仇恐怕只会演变得更加剧烈。你们极有可能在互相伤害中又造下了新的业力，结下新的怨恨。但是这一次，他褪去了复杂的人类身份，他换上了一个
柔弱的、无法言语的躯壳，它变得无比单纯，而且全然地依赖你。它用一种最无声、最柔软的方式来化解你们过去的干恨，来了结那段不亲近的缘，成为你家中的毛小孩。它给予你最纯粹的爱，而你也心甘情愿地回报以照顾与关怀。在这段看起来极其简单，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关系里，过去的恩得以温柔的回报，过去的怨得以安静的消融。这就像是一本积满了灰尘的陈年旧账，在暖暖的阳光下被你们一笔一笔的轻轻勾销。对你们双方的灵魂而言，这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轻松与解脱。所以下次当他静静依偎在你脚边，用那种安定的眼神看着你时，你不妨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一下，在那份宁静的陪伴里，是不是藏着一种超越了这辈子的熟悉与安然？说完了较为深远的因果业力，我们把视角拉回当下，来看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结束了一整天高压的工作，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是经历了人际关系里的勾心斗角，你拖着无比疲惫的身体走出电梯，拿出钥匙，在转动门把的那一瞬间，你的心里其实是充满沉重与烦闷的。但是当你推开门的那个刹那，你看到那个小家伙，不管是在沙发上睡眼惺忪的伸了个懒腰，还是已经在门口兴奋的疯狂摇着尾巴，甚至直接扑进你的怀里。他用毛茸茸的脑袋蹭着你的手，用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望着你。就在那一秒钟，很神奇的，你紧绷的肩膀放松了，满心的烦恼、压力，甚至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好像都被他那单纯的喜悦给冲淡了。对于许多独自在外打拼，或是内心时常感到孤独的人来说，毛小孩的这种陪伴是一种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终极疗愈。为什么他们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在佛法看来，这其实是你自己心念的感召。你的心就像是一个无形的信号发射台，无时无刻都在向外发送着能量的频率。当你生活在复杂的人群中，内心深处其实无比渴望一份单纯，渴望被爱，渴望一种不需要防备、毫无压力的连结。这种频率被宇宙中与你有着深深共鸣的缘分给接收到了。而某些众生因为过去生与你结下的善缘，他们此生就特别适合，也特别愿意来扮演这个疗愈者的角色。佛教中有一段很美的公案，过去有一位在深山里修行的老和尚，日子过得很清苦。一个严寒的冬天，一只受冻挨饿的小狗流浪到了寺庙门口，奄奄一息。老和尚没有驱赶它，而是把仅有的一点口粮分给了它，并让它在火炉旁取暖。从那天起，这只小狗就留了下来。老和尚打坐，它就在旁边安静地趴着。老和尚念经，它就竖起耳朵静静地听。几年后，小狗安详地在老和尚怀里闭上了眼睛。老和尚笑着说，这孩子是来成就我慈悲心的，如今他功课圆满了。故事里的小狗难道真的听得懂深奥的经文吗？其实不是的，他听懂的是老和尚那份没有条件、没有分别的爱，而他回报给老和尚的是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给予最纯粹的陪伴。今天你家里的毛小孩其实也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人类的世界太复杂了，我们的爱里常常掺杂着期待、要求与条件。我们总是希望伴侣更体贴，希望孩子更优秀，但是毛孩没有这些复杂的心思，他们的爱直接而坦率。你高兴，他就陪你满屋子跑；你难过流泪，他似乎能精准地感知到你的低落，会默默地走过来，把下巴轻轻靠在你的膝盖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
且安定的力量。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能量，默默地安抚着你受伤的情绪，填补你内心深处的那些空洞。他们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小天使，任务就是用自己短暂却纯真的一生来亲自示范给你看，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你在照顾他，为他把屎把尿的过程中，你学会了无私的付出与极大的耐心。在与他丢球、逗猫棒的互动里，你重拾了已经遗忘许久的最简单的快乐。这份疗愈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你觉得是你治愈了他的流浪，给了他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其实是他治愈了你的疲惫，给了你一个心灵的避风港。这就是这世间最美好的善的能量循环。不过，这份深刻的缘分从来都不只是温情脉脉的陪伴而已，它更像是一面清澈的镜子，毫不保留地照出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样子。对于许多有在学佛，或者任何想要把人生活得更明白的人来说，你家里的宠物其实是一个绝佳的道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说要修行，但修行到底修的是什么？其实修的就是我们这颗心，修我们的脾气，修我们的慈悲，修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这个小生命就是上天派来帮你练心的。你想想看，他会不会有调皮捣蛋的时候？当你一回到家，发现他咬坏了你最心爱的鞋子，或者把新买的沙发抓破了一个大洞，那一刻你的火气是不是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修忍辱的功课来了。你是控制不住情绪对他大吼大叫，还是能够深吸一口气，在心里转个念，想到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然后耐心地去教导他。当他生病的时候，看着他无精打采甚至痛苦哀嚎的样子，你心如刀割，你四处奔波，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去救治他。这份焦急与付出的背后，当然充满了慈悲，但同时佛法也温柔地提醒我们要去觉察隐藏在背后的执着。我们爱他，常常爱得非常深，甚至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但这份深刻的牵绊恰恰是我们需要去关照的。我们可以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们爱的究竟是他这个独立的生命，还是他带给我们的慰藉与快乐？当有一天他终将老去，我们害怕的究竟是他的死亡，还是他离去之后，我们将要重新独自面对的那份巨大的孤独？这份情感的背后，是我们自己需要被陪伴的渴望，还是全然纯粹的爱？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非常值得我们在与他相处的每一天里静静地去体会，去厘清。更重要的是，毛小孩用他极其短暂的一生，为我们鲜活地上演了一门最重要的功课，叫做无常。从他活泼可爱的幼年，到精力旺盛的壮年，再到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他的脚步变慢了，嘴边的毛发变白了，直到最后走向那场不可避免的离别。这10几年的过程，就是一部最直观、最震撼人心的无常经。他用自己的生命逼着我们去面对失去，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去练习那门我们一辈子都在逃避的放下的功课。有太多太多的人是在经历了宠物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之后，才真正开始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更透彻的感悟。所以不要把他的到来仅仅看作是给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他其实是派到你身边的一位特殊的同修。他用他的存在、他的行为，乃至他的生与死来帮助你觉悟。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触及一个更为严肃但也至关重要的层面，也就是福报与业力的平衡。我们台湾的老人家常常讲，人要有福气，福气就像是银行的存款，有进也有出。
我们对毛小孩的爱当然是善心，是在积福，但如果这份爱失去了智慧与分寸，就可能变成无意识的消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的经济本就不宽裕，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补偿心理或攀比心，给宠物买极其昂贵的奢侈品，甚至因此影响了家庭正常的生活开支，这种超出自身能力的付出，其实是在快速消耗我们过去累积的福报，这未必是真正的慈悲。再比如，我们因为太爱自己的宠物，却对邻居的抱怨心生怨恨，或者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家的毛孩，却对街边的流浪动物冷漠无视，甚至驱赶。那么，我们与宠物之间的善缘，反而引发了对待他人的恶缘，造下了新的口业与战恨，这就完全违背了原本相遇的善意。爱就像是一块试金石，它测试着我们是清醒的慈悲，还是昏沉的执着。如果这份爱让你产生了更多的焦虑、比较、占有和恐惧，那么或许你需要稍稍后退一步，审视自己的内心。真正的爱应该带来灵魂的自由，而非情感的捆绑；应该带来智慧的成长，而非痴迷的沉溺。讲了这么多，其实佛法从来都不只是寺庙里那些深奥难懂的经文，真正的佛法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这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家里的毛小孩其实是来陪我们练心，度化我们的菩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要为你提供3个，你今天看完影片之后，立刻就能跟毛孩一起做的日常微小练习。步骤非常简单，不需要花费你额外的时间，却能为你们每天的相处注入满满的清净的正能量。第一个练习叫做喂食时的布施观。每天早晚，当你在帮毛小孩倒饲料或是开罐头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脑子里还在想着工作，或者一边滑着手机，手只是机械式的在动作？从今天开始，试着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把心收回来。当你放下食物盆的那一刻，看着他开心地吃着，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念一句：愿你吃得平安健康，愿你这辈子不再受饥饿之苦，愿我们结下清净的善缘。这就是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布施，因为在这一刻，你给出的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更是充满慈悲的祝福。第二个练习叫做抚摸时的观心法。我们现代人常常觉得很累，很容易陷入内耗，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在后悔过去的事情，或者在焦虑未来的烦恼。我们很少能够真正活在当下。下次当毛小孩安静地趴在你的大腿上，或者依偎在你身边，你伸手抚摸他的时候，请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的手心上，去感受他毛发的柔软，感受他肚皮起伏的均匀呼吸，感受他身体传递给你的温暖温度。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告诉自己，没有昨天的工作烦恼，也没有明天的生活压力，这个世界只有此时此刻，只有你和他。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借由毛小孩温暖的身体，你竟然找回了久违的平静，这就是最棒的禅修。第3个练习叫做面对调皮时的转念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他又调皮捣蛋，咬坏东西惹你生气的时候，在你准备开口大声责骂之前，请先给自己3秒钟的停顿，深吸一口气，在心里温柔地告诉自己，来了，这是在考验我，这是他在帮我修忍辱的功课。试着把那股冲到脑门的火气转化成一种理解与包容的智慧。你会发现，当你的心念一转，原本燃烧的愤怒就会瞬间瓦解。你不再是一个被情绪绑架的主人，而是一个能够觉察自己、掌控自己内心的修行者。这3个小小的练习，
只需要你在日常的互动中加入一点点的觉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不仅仅是在养一只宠物，你是在借由它慢慢的、温柔的修炼出一颗更好的心。讲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原来养一只宠物背后有着这么多深刻的功课。那么，在影片的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视角。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无论外在的形态如何，都拥有佛性，都值得被慈悲对待。你家中毛小孩的到来其实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契机，它悄悄地、温柔地在你心中播下了一颗众生平等的菩提种子。一开始，你的爱和关心可能只局限于我家的宝贝，但是因为它，你开始了解动物的习性，真切地感受它们的情感。渐渐的，当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狗时，你可能会因为想起自家的毛孩子而心生怜悯，愿意停下脚步分享一点食物。当你看到动物受苦的新闻时，你会感到真实的不忍。这份心量的扩展，就是从小爱走向大爱的开始。这只不会说话的小生命，用它全部的存在向你演示了，生命虽然有躯壳形态的差异，但是对温暖、安全、关怀的渴望是一模一样的，对痛苦、恐惧、饥饿的抗拒也是一模一样的。它教会你的不仅仅是如何去爱一只猫或是一只狗，而是如何培养出一颗对所有生命都无比柔软的心。这份始于同个屋檐下的温柔，最终可以流淌成对更广阔世界的悲悯。这就是它给予你最珍贵也最深远的礼物。它引导你去体会、去实践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今晚再次看向家中那个安静陪伴你的小身影时，你的心中是不是多了一份深沉的了悟？它的到来是一场多重意义的汇聚，是宿缘的了结，是心灵的慰藉，是修行的镜子，更是为你播下菩提种子的菩萨。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足以在我们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激起深远而温暖的涟漪。与他相处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用智慧去对待，不辜负这场跨越物种的相遇。更愿我们都能在这场相遇中照见自己的心，增长自己的慧。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你想对家里毛小孩说的话，或者是一句简单的祈福与感恩。无论他现在正依偎在你身边，还是已经化作天使在另一个世界守护着你。让我们把这份跨越物种的爱与善念汇聚在这里，形成一个强大且温暖的正向磁场。愿我们都能在他们的无私之爱里学会真正的慈悲，在他们的默默陪伴里找到内心的安宁。感恩你的观看与陪伴，愿一切众生平安喜乐。我们下支影片见。